香港有什么地缘政治的基础，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特区政府？哪怕形式上接受一国两制，实际上跟中国大陆离心离德有可能吗？我认为可能性是零。观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分析这个希拉里和佩洛西主张的第一种解决方案。第一种解决方案是什么？希望制造一次新的89风波，然后呢，可以在全世界舆论里面动员起来，对中国实行新的冷战、围堵和封锁。他们最希望的事情是在不发生局部热战的情况底下，让台独和港独成为既成事实，把中国的一国一制、一国两制变成两国两制。但是他们有没有可能实现呢？我认为他们犯了一个和特朗普一样的错误。我上次已经讲过，政治上能做的事儿是不能说的，能说的事情是不能做的。你就布下这坑，而且公开这么讲，要叫中国领导人往这坑里跳，中国领导人有那么傻吗？我认为是不会的。尼克松明白美国打了朝鲜战争，打了越南战争，然后美国的国力是越来越下降的，德国、日本都复兴了，苏联的军备强大了，然后美国的实力呢，全部被中国拖在东亚了，所以不跟中国和解是不可能的。但要和解呢，一定被美国国内的鹰派说成是卖国，就和今天特朗普通俄门待遇是一样。所以尼克松比特朗普有政治经验的多，他要跟中国和谈，就制造一个假进攻真撤退的表演，先显示自己是敢打的，不但越南坚持打，还要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表示自己是强硬派，然后私底下呢派基辛格到中国来，实际上跟中国商量怎么美国能够从越南体面撤军。这个特朗普就不懂这一条吗？选上总统还没上任就想跟俄国和解，马上就被这个希拉里、奥巴马给抓住了。所以第一条出路我就不用讲了。第二条出路就是现在美国有些对中国还抱有好感的中国问题专家，就想要说服中国领导人退让怎么退让法呢？和香港动乱分子和谈和谈以后呢，让步让到什么程度？要求这个现在的香港特区政府首脑辞职，还要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审查香港特区警察的暴行，然后呢，实现所谓民主的移交政权，把香港的特区的政府的这个权力移交到反对派手中，然后他们就认为香港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是这几天美国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提出来建议，被特朗普加以称赞。我的回答，这也是单相思，或者说痴人说梦。为什么？很简单，我请大家想一想，香港有什么地缘政治的基础，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特区政府？哪怕形式上接受一国两制，实际上跟中国大陆离心离德有可能吗？我认为可能性是零。美国对古巴制裁了多少时间大半个世纪，然后美国不能容忍和他不同政见的政权，为什么中国就能容忍？美国一个经济学家，也是当年克林顿的总统的经济顾问也是我的好朋友，诺奖经济学家 Stiglitz， 他跟我讲过好几遍这个治国之道是什么呢？就是观视频上这个给我做了一个提醒3，上面就印了这句话，但这句话不是我说的，版权属于 Stiglitz。他说 Do what Americans do, don't do what Americans say。 同样的道理，美国扶植了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在法理上让乌克兰
变成独立国家，脱离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乌克兰今天能独立吗？因为普京一招就把乌克兰制住了，藏独也好，疆独也好，港独也好，台独也好，他闹得越凶，然后大陆就以为是要叫他不哭，就给他喂奶，给他送糖果，然后他们得了奖励以后，就闹得更起劲。中国政府实行一国两制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是策略上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明白，如果你给中国的贫困地区的农民扶贫，他们是真心感激共产党，因为穷人才会明白救助雪中送炭有多么重要。但是你对已经是富起来的中产阶级甚至富裕阶层的人，然后你要给他送大礼包，这些人从来就是娇惯了的，而且认为自己就该享受优越地位，就该不劳也要多得，所以你送的红包越多，越瞧不起大陆，而且违背经济规律。为什么比香港、台湾还要收入低的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要去补贴台湾经济、香港经济，以为他们就能支持一国两制？其实效果是相反。即使按照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的办法，那你对这个香港、台湾就应该名正言顺的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应该要求香港政府、台湾政府将来要把一部分的税收转移到中国大陆来帮助贫困地区。所以我跟台独人说，你想独立很好啊，咱们先算算账，台湾欠了大陆多少钱蒋经国把大陆的全部的黄金外汇储备运到台湾去了，把大陆的大批的商业科教人才也带到台湾去了。你想要跟中国和平分手，行啊，你先把债务算清楚再说，你还得加上利息。所以我觉得希拉里和佩洛西是异想天开。假设中国政府也采用将计就计的策略，好，给你香港一个试验期，给你3年时间，试验一下你所谓的普选制。你如果能把香港的经济搞好，我们就采纳你的建议；如果你不能搞好，你就废话，回到我们基本法原来的这个安排的体制里面。我原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发明，为什么呢？因为西方的普选制一定造成族群的分裂像美国现在这个墨西哥人、黑人和白人打架，越搞越厉害。欧洲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分裂，全是因为族群语言不同。台湾搞民主好了，本来都是中国人，然后讲闽南语的和讲这个国语，也就是普通话的，和讲客家话的，还有原住民的，全部都分裂。香港今天搞民主在干什么？要把讲广东话的和讲那个普通话的居民也要分裂。所以西方所谓的普选制的民主，一定是保护封建割据，鼓动族群分裂、族群对立，反而是现在特区政府设计的兼顾这个大众的普选和这个行业板块这个平衡，我认为比美国的游说集团在国会里面搞旋转门效果要好得多。但是呢，现在被民主派的人千方百计的刁难。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做一个理想实验，我让你试试香港特区政府的反派首脑，你别说1年，你连3个月的位置你都坐不住。道理非常简单，香港根本没有资源，香港的水源、香港的电力、香港的日常生活用品、蔬菜什么那个水果的供应全部依靠大陆，而且大陆以前是廉价补贴香港，最好的农产品送到香港，所以香港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我还没讲恶意的办法，我还没说对香港进行制裁呢。什么办法？就是和国际接轨所有的交易咱们拿国际的那个市场价格来交易，香港经济马上就比现在还要惨。然后呢，很简单，房价一定大跌，然后香港的泡沫经济
就会彻底瓦解。然后现在的民主派，他的政权要生存的可能性比希腊政府想要度过债务危机还要艰难，因为希腊度过债务危机最后还是靠这个欧盟呢。而且呢，他们也学聪明了，所谓的民主派想要靠普选制获得政权，还能跟中国大陆唱反调，你可以试一下。我也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让他们试一下，大乱才能大治。我相信香港老百姓要忍受3个月到3年的这个艰难日子，立马就人心转换了，还会相信你们那些人的空话吗？我认为这不可能。